农历5月初5端午节，市场上卖的粽子五花八门，但是都没有家的味道。这次回乡为大家介绍一种是我认为必须要有的材料，才是我们家的传统客家粽子。今天裹粽子，这是糯米。这个糯米呢，我做完已经蒸泡水了，有7、8个钟。这个糯米呢，我们要放葱头，要放蒜米去爆香料，然后放盐下去先。最重要盐下锅先，后来加盐不入味的。炒香料，我们才上酱油，放酱油去炒，试一下味道，它的味道干了，我们就下这个红豆，看了红豆下去，我们就可以拿起来了。这个菜你们认识吗？这个菜就是古早的红南，叫做红南，裹粽子的红南。我们客家村传统的红南，包粽子一定要放的，你没有放它是不会香的，里面的颜色也不好看的。这个是猪肉，放这个猪肉下去，猪肉也是要炒过，不炒过就比较没有这样香。炒这个猪肉也是放葱头、蒜米，也是爆香来炒。炒了这个猪肉也放酱油，放胡椒粉，然后放一点点蚝油去调味，然后放红蓝去炒，捞起来，捞起来就是很美了。你看到它这样的颜色不美啊？等下你裹起来的时候里面有一点红色的，它的味道很香的这是蛋黄，不能少的，猪肉蛋黄2样就够了。现在加虾米加什么冬菇什么东西太乱了。传统的就是猪肉多一点，蛋黄大力一点，最重要就是这样的味道，古早味。好多年轻人回来吃到这些粽子，都说very good，好吃。有红南的，他们说阿姨有红南的，是我以前阿婆妈妈他们包的，我也很想念他们很高兴他们吃了个个都抱着我来撒养我，很好吃他们讲。就是这样的以前是裹三角形那种粽，现在我要裹这个人家讲枕头粽甜巴粽因为我们要放料多嘛，你看猪肉放这样多2、3片，裹那个三角形的不能放太多肉，所以那些孙子孩子们说没有好料。这个粽子就放2片叶先，我们打尖来放放一点米打底先放猪肉2片，哇，很大片的猪肉，蛋黄，然后把它压好。再加上多一片这个叶子不能太过多太过满，这样就够了。这样你把它压平压扁，我们就折起来这样绑起来了。这样的粽子它比较平均平均就是意思说不会一端是硬一端是软这样平均起来是全部都是软这样好吃以前我阿婆教我们包的就是这样的粽子，美吗？看到就是这样，比较多肉，三角形的放不到这样多肉。水滚就放一撒，我2点半钟点，因为超过米了这个粽子水滚了你要放进去的时候千万不要给那些陌生人还是朋友进来。我们放水的时候，这是很忌的，不要给他们进来先。放完了，盖住了，然后才给他们进来。这个是肉来的，老人家的肉，不要见笑。不然它煮不熟不然它的有点不熟，就是这样。要它的米煮到不美好像有点生米一样，不够熟肉。就跟以前我阿婆我妈妈他们这样，我就一路这样跟着他们古早味的东西这样一路做，
做到现在我也老了，做给子子孙孙吃。他们在外地做工回来也要吃，我就裹给他们吃。古早味的红南味道，他们说很好吃啊，婆。最重要是猪肉啊，猪肉放2、3片哦，什么都不要。我裹的粽子熟了，我裹很多，要分给我的亲戚朋友们吃，大家分享。如果有机会你们来我家，我也分享给你们吃。OK。我带了一些红南叶回到我居住的城市，希望它能茁壮的成长，开枝散叶，让这个传统可以延续下去。好了，谢谢收看 YK Kitchen， 我们下期见，拜拜。